大虎，你欺负一个手无寸铁的伶人，是不是太过分了？是啊，还说自己是黑风四虎的老大，太丢黑风寨的脸了。兰陵、红巾，念在你们是故人的情分上，我黑大虎不与你们争执。大虎，今天是什么日子？容你在这撒酒疯？二哥，你怎么帮着外人说话？这伶人是什么货色，有谁不知道啊？我黑大虎可是从来不欺负好人家的儿女的。你给我过来！大虎。 你这个女人，竟敢暗算我！住嘴，大虎，休对慕容姑娘无礼！你知不知道，站在你面前的慕容姑娘是药王山庄的主人，也是蒲王殿下的未婚妻。此次专程随蒲王殿下前来观礼。慕容姑娘，大虎有眼无珠，您若有什么怨气，尽管发到大虎一个人身上，跟黑风寨无关啊！二当家，你说眼前的这位是？哦。 慕容姑娘是药王山庄的主人，也是蒲王殿下的未婚妻。慕容姑娘，刚才对不住了。哎，狄大人，哎呀，想要的来了，却又跑了。死墨鱼，早晚割掉你舌头！这慕容清突然出现，狄仁杰他肯定吃亏，还不快追啊！小兄弟。 这包是金疮药，可以消肿止痛，伤在脸上难免留下伤痕。黑大虎是个粗人，他说的话你别往心里去。大虎，别再欺负人了。狄仁杰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是慕容清。 不是话废话，二当家说的是不是真的？你要嫁给蒲王？你不娶我，还要管我嫁给别人吗？别忘了，你在极乐大牢里答应过我什么？求求你！ 从今天开始，我们便恩断义绝。答应我好不好，狄仁杰？好吧，我答应你。那天的事，我怎么可能会忘记？好，那就请你遵守承诺。 难道他又想被女魔头骗不成？我要带他走。他们之间的事情只有他们自己明白，让大大去处理吧。他现在是色迷心窍，我不认为他自己能处理。狄仁杰想再吃慕容清的苦头，你就让他去吧。他想碰壁，是你阻拦得了的吗？青子，哎呀，傻书生就是傻。青子，青子，狄仁杰，你是不是不想守承诺？不，承诺一定会遵守。所以从那天开始，我便当作我们从来没有相识过。不过我们可以从今天开始重新认识啊！你是不是想耍赖皮？我只是想跟你说清楚。青子，你又与人起争执了？这位公子。 你要与青子说清楚什么呀？兰陵、红巾、三哥，三哥，小木，你认识这些人？殿下，这位是飞兰陵、飞红巾，是我黑风寨的义妹。哦，三哥，我们现在是为他办事的。哎呀，能让你们为他效劳。 想必这位公子定不简单呐！没想到这个傻书生竟然人见人夸呀！如果小王没有猜错的话，这位公子
可是汴州叛左狄仁杰啊！怎么，竟然是狄大人？看起来今天我们黑风寨是英杰齐聚啊！仁杰与殿下从未相识过，殿下怎么会认得仁杰？看公子这通身的气派，便知不是江湖中人。而这黑风寨又在汴州一地，早就听三当家说会请汴州知府前来观礼，可公子看上去又不似那些朝廷里的混沌人物，所以在此地能配得上这身气派的，也只有狄仁杰了。殿下对仁杰的夸奖，是仁杰从来没有听说过。汴州叛左狄仁杰参见蒲王殿下。免了。今日在这青山绿水之间，我们不用行此虚礼。对了，刚刚你要与青子说清楚什么呀？啊，没什么，没什么。的确没什么，殿下，我跟狄仁杰不过是误会一场。好，那既然是误会，我们就让它烟消云散吧。待我这几日将这宅院修整好后，再请各位到此一聚。狄大人，萧木要去帮忙打点蒲王殿下和慕容小姐的住处，就先失陪了。这个蒲王只是来观一次礼，看看门口堆了他那么多东西。不过倒是也奇怪，他这样做并不让人觉得讨厌，好像他理应如此。傻书生，你还愣什么呢？人家甩了你，可是找到更好的了。狄大人，咱们快去武殿吧，徐大人他们等候多时了。二当家，听兰陵说，黑风寨有上好的女儿红，可是真的？哼，那是当然。大人如果喜欢，定当在午宴中全数奉上。好，黑风寨有情有义，仁杰今天不醉不归。请。兰陵，你说的没错，这里的确有上好的女儿红。这杯我敬你。好，今天我就陪你喝个痛快。还有我呢，我也陪你。青子，慢点喝，这么喝伤身子啊。今天我心情好，黑风寨如此美意，我怎么能辜负呢？谢谢慕容姑娘，更要多谢蒲王殿下大驾光临。从此以后，我黑风寨定当竭尽全力报效朝廷。仁杰还要再敬一杯，祝慕容姑娘和蒲王殿下幸福美满。好，青子，狄大人好心祝福你我，我们应该感谢他才是啊。来，狄大人，谢狄大人。
我是铁骑王翰，这是将军赠我的龙渊剑。我是铁骑张昭，这是将军赠我的鱼肠剑。我是铁骑赵成，这是将军赠我的战卢剑。宝剑赠兄弟，义气冲云天。我们要誓死效将军。敌人攻到了城门，兄弟们拿起手中宝剑，骑上战马，随我一起奔赴沙场。兄弟结义在将台，宝剑为证，誓为盟。这戏排得好，真是应时应景啊！全当为大家助兴。三娘，无形敬你。好，这酒敬得有意思。来，干！站住！聚义堂现在禁止入内。这位大人，在下也是黑风寨邀请的客人，只是来晚了。你可以进去，把兵器留下。来，谢大人。你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么不小心！师爷，哎，师爷。算了吧，他也是无心之过。殿下，恕臣失礼，先出去整理一下衣衫。屈大人请便。不要动，再动杀了你，将他押上城墙。大哥，将军待我们不薄，这样做是否有违道义呢？现在兵临城下，我们的妻儿要被敌人活捉，他必须付出性命来拯救我们。可是我们许下了生死的诺言，这宝剑就是最好的见证。难道今日要将它付之一炬？兄弟结义在将台，宝剑为证，誓为盟。那就让他付之一炬吧。这些伶人简直是胡编乱造！说，是谁让你们这样演的？是谁让你们这样演的？三铁骑与将军共生死，怎么可能会杀死将军呢？是你们山寨派人送来的戏本，我们也只是照着排演呢。普王殿下，是有生安排不妥，失礼了。师爷的心情，小王能够理解，这中间一定是有什么误会。我看不如先让这些伶人们都下去，以免坏了今晚的兴致。殿下，殿下，屈大人刚刚被发现死在了前庭，黑风寨可能有刺客，末将已派兵将黑风寨团团围住。臣恳请护送您和慕容姑娘离开这里。至于其他人的，一律不得出入。怎么回事？这是武殿中的龙渊剑，龙纹盘环，的确没错。可刚刚这剑不是好好的挂在武殿中吗？三位当家的，大事不好了！
武殿着火了！三弟，你留在这里协助官兵处理现场。师爷，你去安排花三娘和伶人们的住处。是。什么？我的住处？是啊，花三娘，上官将军不是说了吗？谁也不得离开黑风寨呀！师爷，记住，千万不可怠慢大家。好。二弟，随我去武殿看看。好。大哥，让我们跟你一起去吧。狄仁杰观察入微，或许能发现线索。那就多谢狄大人了。怎样？宝剑是否安好？大当家，宝剑不见了，只剩下剑鞘。什么？本是有情有义，结局也皆大欢喜。可惜啊，可惜，一场好戏演砸了。我们真的要离开吗？你在想狄仁杰啊？殿下，我早就已经把狄仁杰给忘了。从他不辞而别，离开药王山庄的时候，是忘了，还是记得更深呢？殿下，殿下，现在黑风寨十分的危险，臣已派人将屈大人的死讯上报给朝廷。现在臣请护送殿下和慕容姑娘离开这里。好，那就有劳上官将军了。走吧。究竟是何人盗走了宝剑，还杀死了屈大人？这么一来，恐怕整个黑风寨都要受到牵连。可是宴会前，这3把宝剑还在，到现在为止还不足1个时辰。我们走了以后，可有其他人进出过？回大当家，没有发现任何人在这段时间里进来过。这火也是莫名其妙的就烧了起来。莫名其妙，无人放火怎么会失火？你仔细想好了，究竟有没有人进出？二当家，请你相信我，真的没有发现任何人。大大，你在想什么？听起来这个宝剑像是不翼而飞，这大火也是自行而起。但最奇怪的，不只是这2件事情。最奇怪的是什么？是时间。从这里到聚义堂，至少需要2炷香的时间。而屈大人被杀，与这武殿失火，差不多是在同一时间发生的事情。难道盗剑杀人者与放火者不是同一个人？目前还不能肯定，但这一切未免也太巧了吧？大哥、二哥，会不会伶人演的是真的？将军带着不义之火回来报仇？也许，屈大人就是那个佩戴着龙渊剑的铁骑，所以，凶手要用龙渊剑杀死他。以血还血？难道这世上真的有鬼魂？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事情？这个宝剑的传说，不可能是假的。传说是真是假，我还不敢肯定。但这世上没有鬼魂，倒是真的。屈大人被杀之前，可曾看到有可疑之人出入过聚义堂？有一个，让上官大人给拦了下来。不过他拿出请帖，说自己只是晚来，上官大人便让他放下兵器进来了。可曾看清楚请帖上的名字？关胜，黑
黑风寨似乎没有请这么一位人物。三弟，大哥，情况如何？已经检查过曲大人的尸体，并无中毒的迹象，确实是死于剑下。啊，武殿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？火是救下了，但是3把宝剑全部失窃。这么说来，确实是盗剑行凶。三当家，你只说对了一半。剑确实是被盗，但却是不翼而飞。武殿的守卫说，当我们离开武殿之后，便没有人再进入了。也许进去的是个隐形人。隐形人？刚刚官兵言道，说有一个叫做大刀关胜的人来过黑风寨，不过在午宴上没有任何人看到这个人的出现。大刀关胜。兄弟，出来吧！就是他！啊，诸位当家的饶命啊！曲大人可不是我杀的呀！你就是关胜？你这请柬是假的，你还说你不是凶手？这……关胜进来的时候有没有带着剑？并没有，只有一把大刀，不过也让上官将军给留下了。关胜，在下汴州判佐狄仁杰。如果你想证明自己无罪的话，就将书案上的宝剑拿过来吧。你就是除了萧朝天的狄仁杰？正是。好，在下早已钦佩您，狄大人怎么说，关某就怎么做。关胜，你看看能不能把这把剑藏在身上？这剑乃青铜玄铁，比关某的大刀还要沉。狄大人，你这不是为难关胜吗？对呀，曲大人是被这把宝剑所杀，我怎么可能把这把剑带进来呢？也许你一早就藏在这里了。温宇，你觉得呢？我觉得几乎不可能。关胜没有这么好的轻功。这跟轻功有什么关系？我们到武殿的时候还看见那3把宝剑，就说明那3把宝剑是我们走之后失窃的。我们到聚义堂后，这里被官兵把守，进出都会被看见。所以关胜要预先放剑，就要在我们到之前把剑藏好。也就是说，他要在我们从武殿到聚义堂的路上完成偷剑、到聚义堂、藏剑这3件事。这段路程不过区2炷香的时间，没有上好的轻功，又怎能做到？关胜，现在就说一说，你为什么要来聚义堂吧？其实，我是来找春红的。春红？可是那个不小心将酒洒在曲大人身上的婢女？正是，她是我的相好。春红答应嫁给我，可是这3个月来却没有音讯，我着急就找上来了，可是哪知道会发生这种事情。我一时害怕，便不敢出来。你可亲眼见到了曲大人被杀？没有，我进来后就躲在廊柱后面找春红。你是怎么回事？这么不小心？算了。突然，我听到一声惨叫，那一刹，我听到身后有脚步声，快回头看时却没人了。官兵从我前面冲进来，我一时慌乱，就跳到了房梁上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春红，你可认得他？认得，我去年下山买东西被歹人所劫，就是他救了我。春红，为什么你要失约？不是说好这个月初5就成亲吗？这不正赶上招安吗？我想等过了招安再说。大当家承诺，寨里每个人都能分到一笔赏金的。我的确
是希望寨中每一个人都有好日子过。这招安之后，能够分一笔钱给大家，没想到，竟然让大家都受到了牵连。大哥，这并不是你的过错，害人的是那个凶手。如果关胜说的都是真的，那这凶手必定是在宴会之上。狄大人，关胜乃关二爷的后人，说话从来不打马虎眼。好，人家就相信你。关胜说他听到屈大人惨叫之后，就马上有士兵进来了。而这凶手如果逃走，定不会走前厅的大门，因为士兵就是从那里进来的。他不从前门走，还可以走后门啊。这的确是一个不错的办法，只可惜凶手并没有这么做，关胜却在不经意之间，将自己变成了可以证明凶手从未离开过的证人。我？对，就是你。你所听到的脚步声，就是凶手的脚步声，而你靠的廊柱，离那后堂至少有50步的距离。如果这凶手要去后堂，他怎么可能在你转身的时候就突然不见了？答案只有一个：这凶手定是进入了宴会大厅。既然凶手返回了宴会大厅，就证明这凶手就在赴会人之中，而他特意赶回来，就是为了减少自身的嫌疑。大当家，大当家，花三娘和伶人们都已经安排好了，我把废弃的阁楼叫人打扫出来，作为他们的落脚之地，还算宽敞舒服。你赶快去，派人看住阁楼，不得再有任何人随意进出。为什么，大当家？这样恐怕会得罪客人呢。刚刚花三娘已经十分不满了。凶手很可能就在这些人当中，如果逃了，咱们整个黑风寨都担当不起。啊，好，我马上就去。等等，师爷，你也给他在阁楼安排上一个房间吧。狄大人，为何如此？我不是已经没有嫌疑了吗？你说的话未必100%都是真的，所以委屈一下。屈大人离席之后，我敢肯定的，只有我们几个和师爷是从未离开过的，其他的人，我也没有仔细观察。还好你记得我们，我还以为你光看他了呢。洪基，我的确留意他很久了。你，狄大人，你和洪金说的是？是我。大当家不好了！大当家不好了！阁楼那边打起来了！走，出手！大哥，三娘那不听师爷的安排。我好心好意来祝贺，却要被你们关起来。金无形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三娘，屈大人死在聚义堂，众人皆知。要关你的不是我黑风寨，而是朝廷。哼！现在就连整个黑风寨都被围了起来，在场的每一个人，都跟坐牢一样，所以还望三娘谅解。谅解个屁！我在席间一直跟二当家的说话，从未离开过半步，又怎么可能杀死屈大人？二当家的，你出来说句公道话。三娘确实曾与飞影说话，但并非一直。飞影忙活着招呼众位宾客，也没有一直留意着每一个人。你这是废话，谁会一刻不停地说？正好，现在大家都在，任杰倒想问问大家，是不是都有一直在场的证据？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当时根本无人进入，所以这凶手很可能就在我们中间。哼，就算是，那也不是我们寨里的兄弟啊。我们寨里的兄弟啊，天天盼着招安呢，怎么可能杀死屈大人呢？朝廷是看证据的，任杰还是恳请大家好好的想一想吧。你的
伤好些了吗？没事了，多谢这位姐姐。大人，当时我们可是一直都在台上表演，这可是众人所见，这应该算是证据吧？这，你们这些伶人，我看就是你们作怪，演的什么鬼戏，咒死了屈大人！哎，什么咒死啊？人家可说了，这戏本是黑风寨送去的。依我看，这戏本怕是中途被调包了吧？戏本送到后，我们停了3天才开始排的。要说被调包了没有，我们也不清楚。三哥，不管怎样，这些伶人就是不祥之人。既然是不祥之人，那大虎兄为何上午还要去招惹他们？总之，在没有找到凶手之前，任何人不可以离开黑风寨。现在我们是同一条船上的人，还请大家不要有离开的打算。倒不如好好想一想细节，多提供一些线索吧。诸位兄弟，兵部侍郎屈大人死在了黑风寨，这表明黑风寨对朝廷的招安毫无诚意。我等现在就奉皇命剿灭黑风寨。现在号角已吹过3遍，黑风寨里除了老人、女人和小孩之外，其他山匪一律格杀勿论。是。官军来了！官军来了！这2座山头形同马鞍，而第1座山头就是黑风寨。从这里到山谷颇是陡转。如果让官兵以为我们黑风寨众人都躲在这山谷当中，便会将他们引入到山谷之内。那么当士兵知道自己被骗后，再上山，恐怕就难上加难了吧？可是朝廷派了那么多官兵，把他们全都骗到山谷里，谈何容易啊！再多的士兵，也只相信一个将军的话，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去骗他们，只要骗得过上官将军就可以了。3位当家，你们可愿意相信人杰？我们相信狄大人，一切但凭大人差遣。多谢3位当家信任。2当家、3当家，请通知寨中的兄弟，将各家各户的家中弄得遍地狼藉，记住，越乱越好。还有，寨中的路上，也要有看似落荒逃跑、被丢下且又未来得及捡起的器物。狄大人放心，我们山寨都是土匪出身，弄干净不会，弄个狼藉那可都是好把式。师爷，请把大家转移到这山头上任何一个可以藏身的地方，山洞也好，树林也好，要快，也要近，因为现在时间已经非常紧迫了。狄大人放心，我一定能为大家找一处安全之地。好，2当家、3当家，师爷，你们现在就开始行动吧。好。狄大人，那我呢？我做些什么？大当家，请帮人杰找10匹快马，还有树枝，越多越好。这没问题。可是，找这些来做什么？你一会儿就知道了。墨雨，你的马术有没有退步啊？比上次赢你时还要再稍好一些。红金蓝绫，你们呢？傻书生，你有听说过飞贼不会马术的吗？是啊，要不然怎么逃跑啊？好，大当家，我们现在就去引开官兵吧。好。将军，山寨的人好像全部都逃走了。不可能，我们一直驻守在山下，他们能往哪里逃？给我搜！是。搜，快去那边看看！快！我只听说狄大人断案如神，没想到竟然还有领兵作战的才能。大当家过奖了。其实人杰也没有十足的把握，只不过都是老天在帮忙，希望可以成功吧。大家记得，
先原地打转，围的圈越大越好。等他把士兵引过来，我们就冲向山谷。大大放心，墨雨会带住头马。好，时辰差不多了，我们开始吧。这。将军快看，那里好像许多马匹在奔走的样子。难道黑风寨的人要骑马从后山逃跑？蒲王殿下，殿下，您为何会在此？为了给你们争取更多的时间呢。殿下的意思是？狄大人，你用这招把官兵引入后面的山谷，就算你骑术再好，骑得再快，小王推断，最多也就能争取到1天的时间吧。殿下知道我们要引官兵到山谷。小王只是推断到，朝廷今日有可能会绞杀黑风寨，而狄大人呢，绝不会见死不救。但狄大人又不会让黑风寨与朝廷为敌，所以只有想办法来拖延时间。就这里的地势来看，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官兵引入到后面的山谷之中。狄大人如此聪明，不会想不到的。所以小王今日并没有离开汴州，一早便从后面的山谷来到此地，等候诸位。末将参见殿下。将军免礼。怎么只有5个人，10匹马？原来如此。狄仁杰，你竟敢欺骗本将军！上官将军，人家并非是有意欺骗，只是想为黑风寨争取更多的时间，找出杀害屈大人的凶手。狄大人，现在不是上官不给黑风寨时间，是皇上不允许。你也知道，那屈大人是皇上的宠臣，他的死，皇上十分的震怒。上官将军，请将军回禀皇上，本王愿留在黑风寨中，为黑风寨做担保，请皇上宽限3日时间，以便查出真凶。可是殿下，将军，你若硬要绞杀黑风寨，也好，就先杀了本王吧。啊，末将万万不敢。将军请起。皇上那是个仁义之君，这你可是明白的。皇上非常顾念手足亲情。本王虽然已被流放，在朝中也没有什么势力，但不管怎么说，本王也是皇上的亲兄弟。即算是屈大人是朝中的宠臣，在皇上心中，应该也不会高过本王吧？这些暂且不论。将军，本王向你保证，此事无论怎样，小王一人承担，绝不连累将军。殿下，我这就回去禀告皇上，同时我也会带兵围住黑风寨，等待皇上的旨意。收兵。是将军。谢将军成全。也请殿下遵守诺言。狄大人果然是神算呐，官兵果然中计。刚刚我们躲在山洞内，连一口大气儿也没敢多喘，眼睁睁的见一大队官兵就那么过去了。三弟，
阁楼上众人可好？二哥尽管放心，这阁楼地处偏远，并且年久失修，不引人注目。我想，这官兵恐怕还未搜至，狄大人就已经把官兵给引跑了。二当家、三当家，大事不妙了！官军他又来了！什么？难道狄大人他们失败了？不是失败了，而是更加成功。大哥，二弟、三弟，我们又多出了3天的时间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3天，不是说最多只能拖出1天时间吗？这多亏了蒲王殿下的帮忙。蒲王殿下，您怎么来了？这黑风寨景色秀丽，又有你这么一个兄弟在，我当然要回来了。殿下甘愿留在黑风寨做担保，请求皇上多给他3天的时间。上官将军这才退的兵。黑风寨多谢蒲王殿下大恩大德。哎呀，大家太客气了，快起来吧。小王呢，也不敢保证皇上一定能答应，但是请各位放心，小王一定会尽力维护黑风寨的。哎呀！茶壶又没得罪你，你跟茶壶置什么气啊？行了，我去倒水，省得你为难他。无端端又冒出个蒲王，这有什么不好吗？黑风寨又多出3天时间，恐怕无端端冒出来那个让你生气的人，不是蒲王吧？既然你这么说，那我不妨直说，那个慕容清，我们在大漠的时候就差点被他害死，现在还阴魂不散，又借着蒲王的名义出现，谁知道什么目的啊？说不定这黑风寨的一切都是那个女人搞出来的。红巾，慕容姑娘不管干什么都不会伤害大大，而且大漠一事，我们也没有确凿证据。你们这些男人啊，见到漂亮女人就晕，哪儿分得清楚什么好坏啊？不管你们信不信，反正这个慕容清绝对不是个简单的女人。不简单的不是慕容清，而是蒲王。但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多了3天的时间，还是件好事。哎呀，沙书生，你是不是吃醋了？出来这么一个既潇洒又聪明的人物，不仅抢了你的女人，还抢了你的风头。狄仁杰只喝酒，不吃醋。酒喝多了容易醉，就像漂亮的女人，看多了容易晕。啊，还是喝点茶，消暑解郁的好。原来最可怕的不是漂亮女人，而是聪明的女人呢。狄大人，蒲王殿下，请您过去一下。好，我就随姑娘前去吧。黑风似乎在阁楼待了1天1夜了，如果真凶就在里面的话，一定会有所动静。3天的时间并不多，我们要抓紧。你们去查问一下，将口供记下来。大大放心。自己去见心上人，把活交给我们干。你不是要喝茶吗？不喝了。我昨天可什么都说了，屈大人的死真的跟我没关系。你们怎么又来审我？昨天是昨天，现在又过去了1天，这里可有什么特别的动静吗？这里吞吞吐吐，再不说我割掉你舌头！就算你不是凶手，如果真凶找不到，你一定要死，因为朝廷已经下令剿灭黑风寨。我说，昨天这里确实没有什么动静，但是有人编瞎话串供。
这样看来，如果关胜所说属实，这凶手必在宴会之上。我也这么认为。而且关胜没有撒谎的必要。为什么凶手一定要用龙渊剑杀死屈大人？盗剑、放火，杀一个人需要费这么大的周折吗？还有，这一切看起来并非偶然，似乎是早有安排。没错，这样的安排一定是熟悉黑风寨，并且知道招安事宜的人才可以做出来。所以人杰肯定着凶手一定在宴席之上，而凶手大费周章的去杀人，是为了制造一系列的不可能来掩人耳目。不可能，没人进出便忽然失火的武殿，不可能在没有人进出的情况下便失窃的宝剑。还有一个不可能，就算当时大厅再昏暗，也绝不可能有人拿着龙渊剑到宴席上杀人，然后又回到席中。这一切想来想去都自相矛盾，难道这就是凶手的真正目的？狄大人莫愁，这凶手制造的不可能越多，也就说明他留下的线索越多。殿下所言甚是。凶手虽然聪明，但恐怕最后聪明反被聪明误。青子，来坐。狄大人，小王在游历途中遇到青子，是他把小王风湿痛的陈年旧疾给治好了。小王看他一个人孤苦伶仃，就生了怜悯之心，所以想要照顾他。对了，青子曾经跟我提起过，你们好像一起在药王谷学医啊。啊，没错，慕容姑娘曾经教过人杰医术，说起来还算是人杰的老师呢。狄大人言重了，慕容清怎么敢当狄大人的老师呢？狄大人志存高远，心中只有科举，药王谷对狄大人来说实在是太小了。药王谷是世外桃源，慕容姑娘，世人皆陈心难了，不是药王谷太小。殿下，人杰告退了。哎，狄大人，狄大人并非是臣心，而是有天下心。青子，不要再为难他了。好了，这案情紧急，小王就不留你了。青子，待会儿替小王送送狄大人。是。人杰原想问你，为何要嫁给蒲王殿下？看来现在无需再问了。殿下确是极其难得的人物，任谁都会被吸引。倘若黑风寨平安无事，人杰相信，你跟殿下一定会幸福的生活的。我生活的幸不幸福，跟你无关。人杰的确无权过问你和谁在一起，但在沙漠的时候，你为什么要利用我的感情？狄仁杰，我们约定好，彼此再也不过问彼此的事情。你想得到无字天碑，我也想，但是我绝对不会告诉你我为什么。不说也罢，只要你真正找到了你想要的人。傻书生，你放着案情不查，还跟他在一起，你是不是嫌他把你害得还不够啊？红巾，你放心，我以后绝对不会再害他。青
青子到底在想些什么？为什么我越来越看不清了？你看什么呀？告诉你，我们查到昨天谁有可能离开过宴席了。大哥、二哥、三哥，大虎可是黑风寨的人，你们竟然不相信大虎，而是去相信关胜这个外人。我昨晚经过你们房外，明明听见你安排三虎相互为证。证据？哼，证据怎么能安排出来呢？说得好，安排出来的不是证据，而是辩词，狡辩之词。狄大人，三位当家，听说黑风四虎串通一气，互相为证。那是关胜撒谎。是关胜撒谎，还是你撒谎？墨与红金兰陵可是将阁楼众人分开审理。如果是关胜撒谎，他又是如何知道这黑风四虎互相为证的？狄仁杰，你怂恿三位当家的把我们都关进阁楼，谁知道你会把哪一个拉去做替罪羊？这么说来，你们的确串供了。我为何串供？是不是你离席，怕我们查出来？大虎，黑风寨的兄弟，没有一个是不凭良心做事的。你要是没有杀人，我看到底谁敢把你拉出去做替罪羊？我确实出去过，而且看到了屈大人被杀。什么？你看到了屈大人被杀？对。当时我就站在大堂的帘幕外，正好可以看到后厅。你为何跟着屈大人之后离席？我是想给屈大人送礼，看看能不能在朝廷打开一些门路，招安后也能混个一官半职的。哼，又是为了招安，这招安本是为了安稳，没想到人是安稳了，心却被搅乱了。大虎，你可是亲眼看到了一个黑影？对，是一个黑影。你撒谎，怎么会有黑影呢？这宴会上根本没有人穿一身黑衣，就算他换了衣服，那按你说的，一闪便没了踪影。那他根本没有时间再换回衣服混回宴席当中。我这次真的没有说谎，确实有个黑影一闪而过，太快了，一眨眼就不见了。就是怕你们不信我，还说不准把我当凶手交出去，之前我才没有敢说。大虎，原来是你先不信的咱们，自家兄弟何以如此？大当家，不如先派人将大虎送回阁楼。仁杰还想再去一次武殿，或许我们遗漏了什么。好。其实，今天是将军和三铁骑的忌日。不知大家相不相信伶人们所演的故事？这个故事的真假，无形不知。但是，我知道何为忠义。这两个字，从我当上黑风寨大当家的时候，我就从来不敢忘记。黑风寨这么多年，劫富济贫，从不错杀一人。飞鹰以为，即使伶人所演的故事是真的，那么这笔血债，也不该由黑风寨来承担。大哥、二哥，你们放心，狄仁杰一定会帮忙找出真凶的。是真有其事，还是有人编造故事另有图谋？到时候便知。这武殿的大火，并非是将军的复仇之火，而这里正是点燃大火的起点。
兰陵呢？兰陵呢？兰陵！沙书生，你快醒醒！兰陵姐姐不见了！兰陵！姐姐！兰陵！姐姐！狄大人，狄大人，大当家他被人杀死了。什么？大当家死了？没错，他被于长剑所杀。五殿当中的第2把宝剑已经出现了，大家都怀疑兰陵是凶手。什么？狄仁杰，大哥不是我杀的。别着急，慢慢把事情说清楚。有什么好说的？我亲眼看见他杀了大当家。人命关天，你可亲眼看见？实话实说，无论你是看到的还是听到的，不能有一丝差错。是二当家，我们到的时候看见大当家已经趴在那里了，身边只有他一个人在。大当家，是你杀了我们大当家的？我没有杀人。当时的确就我一个人在，可是我并没有杀死他。大哥对我有救命之恩，我费兰陵一向恩仇分明，怎么会杀死他？就是。莫欲以人格担保，费兰陵为人情深义重，绝非恩将仇报之人。我也可以替姐姐担保。是啊，兰陵曾经在我黑风寨待过半年，是我黑风寨的义妹。萧木也认为兰陵并非是这样的人。若不是他，那凶手在哪里？除非凶手会什么遁地术、隐身术。兰陵，我们不是一直在一起喝酒吗？你为何会到这儿来？是啊，兰陵姑娘，这个时候山寨内可是很少有人走动的。我昨天晚上喝多了，醒来的时候有点头疼，就四处走走，无意间来到这个凉亭，正巧大哥也在这儿。奇怪，这个时候大当家来凉亭干什么？大哥说他约了人，我想可能是他的私事，便没有多问。此时此地约人，的确有可能是私事。那之后呢？之后我便与他随便聊了几句。大哥，既然你约了人，兰陵就先走了。山寨之事，我想你不必太过忧心。狄仁杰断案如神，想必他一定能帮忙找出真凶的。替我谢谢狄大人。好。兰陵，怎么了，大哥？有什么事吗？你相信伶人演的那个故事吗？其实，前不久兰陵和狄仁杰他们也商讨过此事。怎么说？这个故事的真真假假，我们无从判断，因为那始终是个故事。但是我和狄仁杰他们都相信，这世上仍然有真正的情谊。我们相信黑风寨。兰陵先走了。大哥，大哥，真情义。二哥，好。如果兰陵没有看到真凶，那真凶唯一的逃脱路线，就是凉亭后面的这片丛林沼泽。可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，凶手是怎么逃脱的呢？狄仁杰接旨。朝廷派屈大人招安黑风寨，屈大人却离奇地死在寨中，此诚然是对朝廷的大不敬。朝廷本应该绞杀山匪，但朕念及蒲王为黑风寨求情，现特命汴州判佐狄仁杰，自蒲王奏呈起3日内，全权负责此案，查出真凶，钦此。狄仁杰接旨。本将军已派更多的兵力驻守黑风寨。从即刻起，除了狄大人一人之外，
其他人等不得擅自出入寨中。是。现在可是离时限还剩下2天不到，如果了明日子时再查不出真凶，我上官可要带兵攻入了。到时候恐怕蒲王殿下也不能阻拦。人皆明白，多谢上官将军。告辞。狄大人，现在情况紧急，鬼魂之说恐怕是很难说服朝廷了。把兰陵关入阁楼。傻书生，你干什么呀？这绝对不会是姐姐干的。姐姐。这不是狄大人身边的人吗？难道也会有嫌疑？师爷，可不可以先把我放出去？万一凶手要是没找着，朝廷打上来了，我也好见春红最后一面。哎呀，你瞧你那点出息，为了那个女人，至于吗？还一天到晚说自己是关二爷的后代，我呸！哎，我怎么了？我爱女人天经地义，总比你一天到晚想着怎么耍伶人强。你说什么？大虎兄弟，大当家被人害死了。什么？金无形死了？大当家怎么死的？大当家被人用鱼肠剑杀死在凉亭之内，剑穿胸膛，死得惨烈。鱼肠剑，那不也是武殿里的3把宝剑之一吗？难道和杀死屈大人的凶手是同一个人？师爷，是不是兰陵杀死的大当家？你别血口喷人，我根本没有杀人。大虎兄弟，现在还不清楚，只是兰陵刚巧也在凉亭之内，朝廷已经答应蒲王殿下的请求，特命狄大人全权负责查办此案。大家再耐心等1-2天吧。哎，师爷，这……兰陵是狄仁杰的人，狄仁杰肯定少不了徇私包庇，搞不好又把我拿去顶罪。傻书生，我看你不仅是傻，你还无情无义。你怪我没替兰陵说话，还把他关进阁楼。大大这么做，一定有他自己的原因。就算兰陵不是凶手，那黑风寨的人会相信吗？皇上会相信吗？天下人又会相信吗？这前因在我和兰陵之间，不在兰陵和天下人之间。要让大家信服，就必须要找到证据，而证据是让人明白真相的最直接的方法。希望兰陵可以明白，也少一些伤心。可是姐姐她……我们现在唯一的办法，就是找到证据，捉拿真凶，替兰陵洗脱冤屈。那我们去哪儿找呢？这凶手无影无踪，杀了人又转瞬即逝，说不定他真会什么飞天遁地的法术。哎呀，小宝乖，没事吧？别哭了。小宝乖啊，你看爹爹给你吹了个糖人儿，咱们回家吧。哟，原来是狄大人，啊，真对不起啊，这小孩子他淘气。啊，没关系，最近不要让小孩到处乱跑，这寨中啊不平静。啊，我知道，所以这才赶过来。平时我都不管他的。爹爹，小猴子不见了。哎，没事，爹爹回家再给你吹一个啊。唉，如果我们明天还是找不到凶手，那朝廷会不会连黑风寨的小孩都不放过？红阶墨雨，这凶手根本不是什么隐形人，也不会什么法术。
温宇啊，帮我把那个剑鞘拿过来。是。大大。 红巾，可否借你的发差一用？温宇，帮我扶一下。这是什么？这是障眼法。把蓝陵交出去，替大当家报仇，替黑风寨伸冤，替大当家报仇，替黑风寨伸冤，替大当家报仇。众位兄弟，众位兄弟，此事朝廷交于狄大人处理，应由狄大人一人做主。二当家，兰陵一直跟随狄大人，交给他，难道他不会徇私？他会秉公执法吗？诸位请放心。狄仁杰一定会秉公执法。狄大人，您这是？20年来，大当家率黑风寨众兄弟行侠仗义，积善积德。人杰今日就将这个义字送给大当家，也将真相告诉大家。真相？狄大人，不知你所说是何真相啊？ 整个真相就在这里。蜡屑，对，这就是我在剑鞘中找到的蜡屑。我们在武殿里所看到的宝剑都是假的，里面并没有宝剑。 凶手之前早就把它偷走了，而凶手正是利用了蜡雕所做的剑柄，放在这剑鞘之上，以假乱真而已。你是说这剑柄是蜡雕做的？也就是说，剑鞘里头只有剑柄，没有宝剑？没错，二当家，凶手处心积虑地制造这场大火，不仅仅是为了制造将军鬼魂返回来复仇的假象，更重要的是，他要将这剑柄融化。 让我们误以为，这宝剑就是在我们进入武殿之后被偷走的。相信大哥的在天之灵，也已经知道了凶手的骗局。大当家，人杰没有那么好的手艺，再造3把惟妙惟肖的剑柄出来，只能用这个义字来告慰您的在天之灵。 这个凶手真是厉害。首先，让我们得出一个错误的丢剑时间，然后他只要不在这个时间内在武殿出现，就可以证明他不是盗走宝剑的人。所以，最有证据证明自己那段时间不在武殿的人，便最有可能是真凶。狄大人的意思是说，盗剑之人肯定在参观武殿众人之中。没错。二位当家。 在黑风寨招安之前，武殿有没有人把守？黑风寨已经有1个多月没有外人进入了，全寨上下都忙着招安的事情。做这3把蜡雕，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完成的事情。而这剑柄的样子，我觉得，只有天天可以看到它的人，才可以清楚地记下来，然后盗剑，安放剑柄。人杰相信。 这凶手
很有可能就是黑风寨自己人。如此说来，兰陵并非凶手。可是，这盗剑之人，不一定是杀人之人呐。莫非有2个凶手？细想想，咱们现在又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了。在汴州城被萧朝天的人追杀，在大漠面对马贼王随时而来的复仇，现在黑风寨又是一场有时限的生死游戏。我看，都不如碰上一个傻书生，赌命啊！你呀，还是如此伶牙俐齿。不过呢，也确实一语惊醒梦中人。人家自以为从来都不赌，却原来是天下间最大的赌徒。那我岂不是天下第一陪赌？我和姐姐竟也心甘情愿地上了这个赌局。如果你们现在想退出，还来得及。大大，你应该知道，任何一个赌徒都只有进，没有退。没错，何况我们昨天才许下生死不负的诺言。